你有没有琢磨过这么一个事儿？为什么有的生意感觉就像开了台印钞机，哗哗的赚钱，而另一些呢，就跟个无底洞似的，不停的往里烧钱？今天咱们就来干一件有意思的事儿，给市面上这些主流的商业模式来一次从头到脚的彻底评级，从那些注定要失败的垃圾级，一直聊到能帮你建起财富帝国的 S 级。没错，这恰恰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开的核心谜题。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背后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？或者说，有没有一套可以复制的成功密码？究竟是什么关键因素决定了一家公司能一飞冲天，而另一家却只能迅速陨落？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能像玩游戏给角色评级一样，也弄一套从 F 到 S 的体系来评估一个商业模式的潜力，那会怎么样？今天我们就这么干。我们会用4个非常核心的指标来把它拆解得明明白白。启动成本、利润率需要多久才能盈利，以及最重要的，它的成功率到底有多高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索路线图了。咱们会先从那些最危险、最需要避开的雷区开始，然后呢，再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去看看那些真正能创造巨大财富的顶级商业模式到底长什么样。准备好了吗？行，咱们就从最底层的 F 级开始。好，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 F 级和 D 级。这些模式啊，都有个共同点，要么是它底层的数学逻辑本身就有问题，注定市场空，要么就是投入巨大，可回报又特别低。对普通人来说，想靠这个成功，那真是太难了。F 级的典型代表，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，就是多层次行销，也就是 MLM。它的核心逻辑听起来特别有诱惑力，对吧？你发展的下线越多，他们卖的越多，你就能躺着赚钱。但说实话，这个模型从数学上来看，根本就是一个注定会崩塌的纸牌屋。我们不谈感性，直接看数据。数据是冷酷的，但也是最真实的。你看，启动成本好像不高，几百到几千美金，但那其实就是个入场券。那利润率呢，几乎是0。为什么？因为绝大多数人最后都亏在了那堆卖不出去的库存上。但最要命的是什么？是它的成功率。你没看错，就是这个数字，低于1%。这背后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超过99%的参与者都只是给金字塔顶尖的极少数人当了燃料而已。所以你只要记住最关键的一点就行，这个模式在数学上就行不通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避开它。好，我们往上走一级，来到 D 级，这里的代表是餐馆。开餐馆当然是一门正当的生意，但它的挑战也是实实在在的巨大。你想想它的本质是什么？你其实是在用高强度的劳动、不断变动的库存，还有那个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，去换取一单一端的交易。这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都可能让你迅速陷入亏损。咱们再看看这些现实的数字，启动成本动辄几十上百万，高的吓人。可利润率呢，非常薄，行业平均也就3%到10%。更可怕的是最后这个5年内的倒闭率高达80%，也就是说10家新开的餐馆，5年后可能只剩下1-2家。所以说，除非你有什么独一无二的优势，比如拿到了一个别人抢不走的黄金位置，否则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选择。好了，避开了 F 级和 D 级这2个大坑之后，我们现在进入了更现实也更接地气的领域 C 级和 B 级。可以说，这些模式更适合作为我们大多数人的起点，能帮你站稳脚跟，转到第一桶金。当然了，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天花板。C 级里面有一种现在非常流行的模式，叫一件代发，也就是 drop shipping。它的门槛听起来真的很低，你不需要自己囤货，只需要开个网店，准备点广告预算就行了。你呢，就专心做营销，吸引客户，而供应商会帮你处理发货这些所有后续的事情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？但现实是，它的利润率跟开餐馆差不多，也是薄得可怜。而且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是，一旦你辛辛苦苦找到了一个能赚钱的爆款产品，竞争对手马上就会像闻到血的鲨鱼一样蜂拥而至，用价格战把你拖垮。
所以说啊，一键代发更像是一个练习广告投放技能的绝佳训练场，但想靠它建立一个长久稳固的事业，真的很难。再往上走，我们就来到了 B 级的自由职业和咨询。说真的，这可以说是普通人从零到一最快也最靠谱的一种赚钱方式了。因为它卖的不是什么产品，卖的就是你自己的技能。你会写作，会设计，会编程，或者任何你能为别人创造价值的东西都可以。而且你看，开始的路径非常直接。第一步，先搞清楚你到底会什么；第二步，别光说，拿出你的作品集来证明；第三步，去找到那些需要你技能的人。但这里面真正的关键是第四步，交付超出对方预期的价值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，才能让你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。这才是核心秘诀。好了，基础我们已经打好了，现在咱们要进入真正让人激动人心的部分了 ，A 级和 S 级。这些模式才是真正有潜力成为高利润、高可扩展性的财富引擎。要想理解 A 级的威力有多大，我们得先来看一个关键的思维转变。在 D 级模式里，创始人自己就是工厂，你的产能、你的精力都是有极限的。但是到了 A 级，你把生产这个环节外包出去，自己呢就专心做品牌和营销。你别小看这一步，它一下子就为你打开了规模化发展的无限可能。这就是 A 级的核心模式之一 ，DTC， 也就是直面消费者的品牌。你再也不需要自己辛辛苦苦开工厂了，而是找到合适的代工厂来帮你生产，然后贴上你自己的品牌，通过你自己的网站直接卖给最终消费者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你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品牌，并且和客户建立起直接的联系。来，注意看这里的利润率，30%到60%，这和我们之前看到的 D 级、C 级那种个位数的利润率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为什么能这么高？就是因为你绕过了所有的中间商，把利润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。当然了，它的门槛也更高。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你的营销能力和产品能不能做出差异化。好啦，朋友们，我们终于登上了商业模式金字塔的顶端 ，S 级可以说是商业模式里的终极形态了，它就是软件级服务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aaS。它的底层逻辑简直就是为了赚钱而设计的。你只需要写一次代码，开发出一个软件，然后就可以通过订阅制无限制的持续的向用户收费。看看这些数字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利润率高达70%到90%，这是因为软件的边际交付成本几乎是0，也就是说，你每增加一个新用户，你的成本几乎不增加，但收入却在持续上涨。这就是为什么Amazon公司1半以上的利润都来自于它的云服务 AWS， 一个最典型的 ACS 模式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把所有的评级都了解了一遍，那最重要的问题就来了，到底应该怎么选？这其实不是一个问哪个最好的问题，而是一个问哪个最适合你当下的情况的问题。那么你应该怎么选呢？这张路线图就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制的。如果你现在没钱也没经验，是个新手，别犹豫，就从 B 级开始，用你的技能去换取第一桶金，这是最稳的。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资本或者专业技能，那么 A 级就是你大展身手的战场。至于 F 级和 D 级，就把它们永久的放在你的避坑清单里吧。所以请记住，选择商业模式，它不是一步到位的事情，而是一个动态匹配和不断升级的过程。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模式和你自己手里的资源、你的资金、你的技能、你的时间完美的匹配起来。从你现在拥有的地方开始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向上走。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留给你了。看清楚了这张商业模式的评级地图之后，你的第一步打算迈向哪里？哪一种模式最能点燃你的热情，会成为你下一个想要探索的目标呢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番解析能够为你照亮前方的路。